正巧上周我崩铁到了60级，这2天也一直在刷仪器，所以就出一期视频来仔细的讲一讲吧。大家好，我是思凡。仪器这个东西吧，首先崩铁里的仪器，一个角色是需要刷取2套的，里一套外一套，里面的是2件套，需要在模拟宇宙刷取，外面的是4件套，可以在地图上刷取，一共需要4+2，共计6件仪器。而且因为崩铁的仪器不像原神的圣遗物是没有多出一个位置，是没有空余的。原神一共5个位置，但4件套效果就能够凑齐，剩余的1个位置可以上一个词条更好的散件，但崩铁不行，要么4+2，要么就是2+2+2，是不存在散件这种选项的，所以在刷取的难度上只会更高。6件仪器对应6个不同属性的部位，比如4件套的就是头部、手部、躯干和脚部，2件套的则是位面球和连结绳。这6个部位所谓出现的主副词条概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词条就是仪器的主要词条，在这个位置，副词条就是下面这4个词条了，当然也不一定是4个，也有可能是3个，这和仪器的星级是有关系的。我就以5星的仪器为例好了，这点其实你们在仪器的合成界面就可以看到，每个部位都是不一样的。先说主词条，其中头部和手部的主词条是固定的，头部必定是生命值，满级15级属性为705，手部必定是攻击力，满级15级属性352，这个你们不管怎么刷都是不会变的。其他4个位置就存在区别了，首先百分比攻击、百分比防御和百分比生命这3个词条均会在剩余4个位置的主词条出现，且概率不低，特别是防御和生命属于是专门让你升血压的词条。这3个词条的满级属性如图所示，然后是各部位独有的词条。躯干独有的主词条是暴击率、暴击伤害、治疗量加成和效果命中，满级属性如图所示。脚部独有的词条是速度、位面球是属性伤害加成，也就是量子伤害加成、物理伤害加成、虚弱伤害加成、雷火分冰伤加成这些。连结绳是能量回复效率和击破特攻。一般来说，我们在刷取仪器时，主要刷取的就是这些独有词条。例如躯干，我们选择比例最大的就是暴击爆伤，如果是奶妈，那就选择治疗量加成；如果是给怪施加 debuff 的角色，那就选择效果命中。脚部主要选择的是速度和攻击，速度就是提高角色出手次数和顺序的，算是回合制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条，也是不管输出位还是辅助位都会选择的一个词条。攻击力看情况选择，一般来说，当刷不出速度鞋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攻击鞋过渡，当然也不排除有的角色穿攻击鞋会更好的。位面球的主要选择就是属伤加成，一般来说选择和角色对应的属性伤害加成是绝对不会错的，当然奶妈和护盾角色会是例外。连结绳主要选择的就是能量回复效率和攻击力，崩铁的能量回复效率词条只此一家，副词条是没有能量回复效率的啊。数值上给的也比较抠，满级属性仅为 19%。 除了仪器之外，你再想要能量回复效率的效果，就只能通过光锥和队友来获得了，算是非常稀有的属性啊。但稀有归稀有，能量回复效率也不一定是必选的词条，还是得通过计算。如果你带了它，正好能缩减你大招抽能的回合数的，比如说本来抽能要5个回合的1战级加4普攻，带了之后变成了4个回合的1战级加3普攻，那它就是值得的，不然的话就用处不大，不如选择攻击力或是其他属性。击破特攻这个词条一般来说只有专门打弱点击破的角色才会去选择该词条，数值给的很高啊，但实战中我们比较难做到弱点击破，就正好是该名角色打的，所以目前来看会比较尴尬，会带这个词条的角色并不多。以上是主词条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副词条。副词条并不存在某个部位独有的情况，大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直接统一讲了，算了还是直接看图吧。每个词条都不是固定属性的，会有一个浮动值，这些副词条的最大值相比原神会低一些，因为一个是6件一个是5件嘛，所以在数值上基本上就是乘以了5/6，但最小值并不是简单粗暴的乘以了5/6，毕竟变成了6件仪器嘛，而且数值整体也变小了，更分散了，刷取难度会更高，所以算是做了一点数值上的补偿，合理。关于主副词条的选择，先看主词条再看副词条，主词条对了，副词条也不错，那么这个仪器就可以强化。主词条很简单，因为它就一个，副词条的选择会复杂一些。一般来说，对输出位而言，双爆是最重要的因素，你选择仪器时最好副词条均含有双爆属性，
也就是暴击率和爆伤。但双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攻击力和速度这些也同样是很重要的。一味的追求某样属性是错误的，各项属性均衡才是最好的。比如说你双爆80、160，攻击力只有1500，那其实是不如双爆80、100，攻击力2000的。一个是2.6乘1500等于3900，一个是2乘以2000等于4000，结果显而易见。还有一些角色的某些属性是有额外加成的，比如说希尔的专武，速度越高加伤越高，那么对希尔来说，速度就是收益很高的一个属性。除了速度鞋之外，副词条也最好多出点速度属性。当然这点是看角色，不同角色它需求的词条就是不一样的。停云需求攻击，娜塔莎需求生命，佩拉需求效果命中。基本上所有词条只要你歪到了，它或多或少都是会有收益的，包括且不限于防御力和生命值，因为这是一款回合制游戏，你没有闪避这种功能，而且目前也没有命中概率这种说法，所以打到了就是打到了。某些角色的身板很脆，完全遭不住敌人的攻击的，此时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多整点防御和生命了。老有人说停云容易死，你但凡给他整点防御球、生命神啥的，他生存能力绝对上得去。又或者说换成铁卫套，用过都说好。然后是效果抵抗这一词条，这玩意儿是没有主词条的，你想要就只能靠副词条歪。效果抵抗和效果命中是相对应的，效果命中是增加自己给敌人施加负面效果的概率的，而效果抵抗正好是反过来的，它是减少敌人给你施加负面效果的概率的。这玩意儿越高，你就越不容易被敌人禁锢、冰冻啥的。相对来说，队伍里的生存位会更需要这一词条。输出位被控了，生存位能帮忙解控和保证不死，但生存位一旦被控了，输出位和生存位可能都得死。最后说一说速度这个词条，严格来说，速度这玩意儿是有一个阈值的，只有超过了这个阈值，速度才算是有收益，不然收益就约等于没有。但问题是，不同的场合环境对速度阈值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很难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标准还是得看混沌回忆，也就是深渊。当然我个人建议也别太纠结这点，速度多歪点真不是什么坏事。说完了主副词条，简单讲一讲仪器的强化和选择吧。奔铁的5星仪器最高是15级，每升3级会随机强化一个词条，强化的这个数值就是上面所说的浮动值，共计5次强化。如果初始是3词条的仪器，那么第一次升到3级会随机生成一个词条变成4词条，之后的强化就都是一样的了。关于仪器什么时候刷，我自己是一直等到了均衡6才开始刷仪器的，前面一直用的是4星仪器和白给的5星仪器过渡的，还有就是力战回响这些会给点仪器。均衡6的怪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打，网上之前一直讲有多难有多难，我还以为真的很难呢，没有的事，就是会有点累，而且有好友助阵可以用，可以抱大腿。前期不建议有面板焦虑，你就弄套主词条对的仪器就好了，4星5星都可以，4星就拉满，5星拉到12级就够了。然后是角色等级和武器等级，这个肯定是要拉满的，只要突破了，你第一时间应该拉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去抓仪器这些。然后是行迹的等级也要拉，这些提升都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看一看我自己主要用的角色吧，就是御三家和姬子，双爆都是只有40、60左右，但我的角色和武器等级都拉满了，行迹也没有落下，照样是能玩的。当然仪器的主词条我都是对的，均衡6之前你不能完全不刷，稍微刷一刷就可以了，然后凑一凑套装效果，凑不了就2+2。主要角色的仪器你得拉到起码12级，但像辅助这些你完全可以不用管，因为辅助前期的作用确实不大。输出位的仪器本来就烂，输出本来就不高，辅助加上再高也不如换成第2个输出位。然后我个人体验3月7会比娜塔莎好用，3月7的盾很厚，就算圣遗物全是0级，光是基础数值就能保障一个角色的生存了。但娜塔莎我给她的仪器都是满级的，奶量是真的不高，一个大全员只能回1000多点，前期还算不错，到了均衡5之后就不太够看了，行迹升级加奶量也少得可怜，算了一下，升1级就多了几十点的奶量，我是真的怀疑策划你是不是把数值填错了。3月7光基础盾量就有1000多了，而且3月7护盾给的草本值很高啊，游戏开始给自己护盾一套，敌人基本上就只会打3月7了，其他角色的生存就是这么来的。跑题了。那么关于仪器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抱歉好久都没有更新了。现在我奔铁也60级了，之后就准备开始出角色攻略了，敬请期待吧。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